7月的限期快到了，美国在这6月终于被逼出杀招了。如果你觉得20年的疫情让全世界经济都玩不下去很恐怖，如果你觉得22年的俄乌战争让美股跌了1年很恶心，那么现在25年真真实实在上演的这一场战争哦，无数的经济学家都说，这个后果将会比疫情加上这个俄乌战争更加的可怕。因为它不但可以让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工作停摆，而且还会引发全球的大通胀，然后这个世界又会再一次开始去大力的惩罚努力赚钱，然后拼命存钱的人哦。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草医生。之前的影片讲过，在这6月底呢，有天量的美债将会到期。如果美国还不去降息，那么美国就要以现在的4%左右的利息去借新钱，然后去还在疫情时候零利息借回来的旧债。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呢将会多出4倍，而且这些4%的利息新债都是短期债。就是说，美国如果现在去借新钱，那么不到1年甚至不到3个月呢，美国就要去还债了。而以前美国借钱都是10年、20年才还一次的，因为以前大家买的都是长债嘛。但是现在长债卖不出去了，比如说中国最近才卖了300多亿的美债，就是到期不再借钱给你美国了。也就是说，美国不但要开始去借高利贷，而且还要从以前的10年、20年还一次的钱，变成现在3个月到1年去还一次钱。所以美国政府的第一招呢，就是用关税来让全世界妥协，去买你的美债。只要大家都去买美债，那么美债的利息呢就可以下降。你这样理解吗？如果全世界都抢着借钱给我，那么我是不是就不需要付那么高的利息来吸引你来借钱给我呢？所以美债的利息呢就可以下降了。而美债的利息变低了，美联储呢就需要去降息来平衡这银行跟美债之间的利差。比如说，如果银行的利息是5%嘛，美债的利息是2%嘛，那么全世界都会把钱存进银行，而不去买美债了。这样美债的利息呢又会涨回去了，甚至说可能会让美债崩盘了。所以简单来说呢，美国政府的任务就是让全世界在7月之前去买美债，这样才可以逼美联储去降息，甚至去印钱拿给美国花。不然现在美国政府不但要去还钱，而且还不够钱花。但是这4月的关税之后，美债有没有变得更多的人来买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债的 ETF 反而是下跌了11%啊。而关税的暂缓呢，将会在7月结束了。那么7月的时候，美国会不会重启这个关税呢？但是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在这个6月已经逼出最后的杀招了。以色列跟伊朗真的打起来了，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又不住在中东，这2个地方打起来，我们最多呢也就关心一下那边老百姓，给他们祈祷一下，对吧？那这关我们什么事呢？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打仗的话，那什么资产会涨呢？就是你稍微有一点常识，都会知道是黄金嘛。因为打仗，你那个国家的钞票就会没人用，没人用就会变废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电视剧，那些逃难的人呢，都会带着金条，对吧？乱失黄金，战争一响，黄金万两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在打仗之前无脑的去买入黄金，那是不是就可以无脑的去赚钱呢？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11年叙利亚的战争开始，到这个14年俄乌入侵了这个顿巴斯，这4年黄金就一直暴跌了40%。还有最近22年俄乌战争一开打，黄金也跌了20%。所以如果你说18年的中美贸易战也算是战争的话，那么当时一开打，黄金也跌了15%。但是如果你看这几场战争一开打的时候，美元指数都是往上涨的。所以我们可以搞清楚2件事情。第一呢，就是战争的时候，很多的国家确实他会找一些资产去避险，但这不代表你就可以闭着眼去买黄金哦。因为这些钱也不一定会跑过去黄金那边，反而有可能会跑到美元去避险。也就是第二，过去这几次的战争，资本家都用脚去投的票，认为美元比这个黄金更加安全，更加的流通。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从去年呢就布局了黄金，那么黄金现在有没有可能已经准备到顶了呢？我们之前的影片也说过，现在全世界都不去买美债，而是去买黄金了。但是别忘了，全世界拥有最多黄金的国家是哪一个？也是美国啊！黄金越涨越高，
你是不是就要花越来越多的美元去接盘这个黄金呢？也就是说，这几年黄金的上涨已经消耗掉全世界手上无数的美元外汇储备了。那么，如果黄金的价格跌下来，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最重要的是，当现在全世界都缺美元的时候，以色列跟伊朗还打起来了，石油的价格已经瞬间暴涨了36%了，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场能源荒了。那么，如果7月份还重启这个关税，这后果确实是可以比20年的疫情跟俄乌战争加起来更可怕了。为什么？因为这将会跟1929年的大萧条一样，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美国的总统胡佛让美国进入了经济大萧条，但你别忘了，当时死的最惨的不是美国，而是当时工业发展的最快的德国。那么现在发生的，难道不是跟当年胡佛在做的事一模一样吗？关税、战争、股灾、驱逐非法移民，那你又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场美国资本家的布局又会如何发展？我们又能如何自救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场局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我们不讲战争那些政治的东西，我呢只是一个商人投资人，所以我们这里只讲钱，只讲利益，只讲发财。那么我只问一个问题，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打起来，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很简单嘛，这次他们打起来之后，什么东西涨了？就是巴菲特一直在布局的石油嘛。也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些卖石油的国家，什么沙特啊、伊拉克啊，甚至是俄罗斯啊，这一次都赚翻了。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有一个国家它卖出去的石油比这个沙特加上这伊朗再加上这个伊拉克的总和还要多啊。那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美国嘛。那么现在美国背后的资本家又是谁呢？不再是拜登时候的金融集团了，而是美国的军工集团还有能源集团的资本家。然后你去思考一下嘛，如果石油的价格涨了，那你想要去买这个石油，你要用什么来买呢？你可不可以拿着你的台币，拿着你的韩元，拿着你的日元去买石油呢？不好意思，无论你是跟中东的那些大哥去买，还是跟美国人去买，人家都只是收美元啊。当时为什么美国要去打这伊拉克呢？那个美联储的前主席呢，就曾经说漏嘴，说的确是为了石油。当时的伊拉克就宣布嘛，以后全世界跟他买石油呢，都可以不收美元了，改收这个欧元了。那么如果大家买石油不需要用美元的时候，那全世界不就不想要你的美元了吗？这样美国就不能印钱了，然后就不能在全世界到处买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动了美国霸权的根基啊。为什么全世界都认美元是老大呢？是因为你拿着美元就可以到全世界做生意了吗？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换一个货币，换成这个比特币去做生意呢？很简单嘛，就是因为只有美元才可以买得到石油，而石油呢是工业之母，你没有石油就等同于没有能源，你的那些电力啊、运输啊，甚至是肥料都要去断的。所以一个国家没有石油，你不但要工厂停摆、交通瘫痪，甚至还可能有粮食的危机啊。比如说委内瑞拉，它没有石油之后呢 ，GDP 就缩水了80%了，超市里面连卫生纸呢都缺货了。还有这斯里兰卡，全国停电了，交通也瘫痪了。简单来说呢，没有石油就等同于让你的这个国家直接倒退到前工业的时代了，你就要找回那些马啊、牛啊出来生产了。而经济崩盘呢，还只是一件小事啊。如果打起仗来，你没有石油，你就只能被人家按在地上摩擦了。所以全世界，你想要石油，你就要去囤美元，而你要囤美元啊，那美国就可以印美元来买你国家做出来的货物。22年俄乌打起来的时候呢，欧洲就被断了石油嘛，然后欧洲的 GDP 瞬间就崩盘了，而欧洲呢就只能向美国去高价买石油了。那么今天你是欧洲的富豪，你明知道你那边的经济因为缺石油，所以不会很好，你会怎么做呢？你当然是把你的钱转移到当时高利息的美国啊。也因为这样，俄乌战争之后，美元就升值了。而现在呢，全世界不是不去囤美债，然后去囤了这个黄金吗？就是现在黄金已经超越了欧元，成为全世界央行第2大的储备资产了。再简单来说呢，
前段时间全世界都把自己手上的美元换成黄金，让黄金的价格翻了1倍。就是全世界宁愿多花1倍的价格去买黄金，也不要美元的时候，那美元就疯狂贬值了10%吗？那么现在石油的价格涨起来了，你要去买石油，你不但需要美元，你还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美元。那么你是不是就要把你手上的黄金去卖掉，然后换回美元呢？到时候黄金就可能会崩盘，然后美元呢就会重新的上涨。也就是说，全世界就会用高价去买了黄金，低价卖出了美元，然后为了用美元去买价格暴涨的石油，所以全世界就只能不问价了，低价卖出黄金，然后高价买回美元。当然呢，到目前这一刻，虽然说以他们打起来了，但美元也只是反弹了那么一点点，黄金呢也只是稍微跌了一点，不能论证我说的这些话的。但是我自己呢也开始在现在的黄金高位慢慢的获利止盈，卖掉一部分我从去年买的黄金换回美元了。为什么？因为伊朗呢，他掌握了一张很恶心的王牌，到现在还没有用。这张王牌呢叫做霍尔木兹的海峡。各位，全世界有20%以上的石油，也就是中东卖给我们的那些石油呢，都是要经过这条海峡的。而这条海峡呢还非常的窄，就30多公里嘛，比一场马拉松的路程还要短。你去想一下，如果伊朗他不爽，他就可以在这条水道放一些什么导弹啊、水雷啊，只要你伊拉克、科威特运石油的船经过这里，你就直接 BBQ 了。再简单来说呢，伊朗它掐着全世界能源的咽喉啊。那么你可以去想一下，如果伊朗真的把这条海峡给封了，全世界20%以上的石油呢就会断供，你觉得油价会怎么样呢？然后你再思考一下嘛，刚才不是说了吗？美国它现在本来就是石油出口最多的国家，而现在全世界还不能跟你中东那些国家去买石油的时候，然后欧洲那些国家也不能跟俄罗斯买石油的时候，那是不是说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想要去买石油，就只能跟美国去买了呢？这个时候，美国的石油它想要卖多少钱，不就是美国它说了算吗？而更绝的是，当你想要去买石油，你就要重新去囤美元，而这个时候，美联储就可以印钱，让美元贬值。如果你不想要你手上的美元贬值的话，你就必须要重新的大量去买美债，把钱借给美国去花，去赚你的利息。简单来说呢，这次的战争如果把这个霍尔木兹的海峡给封了，甚至填平了，那么就会推高油价，然后推高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让钱流进去美债，美债的利息呢就可以跌下去了。这样美联储呢就要被迫降息，甚至还可以去印钱了。所以我们投资为什么要去判断趋势？就好像我们出海捕鱼，你出海之前都不去看老天爷的趋势，你不去看会不会刮风下雨，那你怎么出海呢？同样道理，你看到市场都是风险，你也一定要出手去砸钱投资吗？所以趋势就是帮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天气去投资，去提升我们赚钱的胜率。而鱼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捕鱼，捉什么鱼，什么鱼可以卖出去比较贵，就跟我们要投资什么，是这个美股还是台股，是比特币还是黄金，股票买什么，什么时候买都是一样的，这些就叫做招式。而一旦我们捉不到鱼了，做错鱼了，甚至天气突然变化了，准备翻船了，那怎么办呢？这些就跟我们投资去止损还有风险管理是一样的。所以巴菲特他们非常知道趋势的内幕是什么，甚至他们可能就是创造趋势的人。而对于我们来说呢，虽然我们不能预知趋势，但是我们看到乌云了，我们大概就知道天气会变差了。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并不能知道明天到底会打仗还是地震还是关税之类的，但是我们看到大户买卖的蛛丝马迹了，我们就可以大概率的判断出资金它到底在买什么，在卖什么。所以牛市的时候，什么股票大户买的最多，涨得最厉害；熊市的时候，什么股票跌的最多，大户卖的最狠，都是有蛛丝马迹的，就好像我们看到乌云一样的。简单来说呢，投资跟赌会不会下雨是一样的。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但是你不知道嘛，那我的胜率呢就已经比你高了。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做投资啊。
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的话，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将会取消了。而重点就来了，为什么会说2025年是最接近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呢？各位，现在的关税战、汇率战，如果再加上石油战这个终极杀招，你知道代表什么吗？很多人说啊，现在的台积电、Samsung 虽然跑了过去美国去建厂，但是在美国建厂的成本呢是台湾和韩国的3倍。就今天我在台湾做生意，只需要花100亿的钱，我到你美国呢却要花300亿。所以呢，除非美国可以把建厂的成本压低，否则呢，美国是不可能让全世界的工厂搬过去的。大家都只是象征式的搬过去而已，真的是这样吗？不可否认，你在美国做这些制造业的生意，你想要把成本压低3倍，确实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因为那边的材料贵，薪水也贵，对吧？那如果说我美国可以让你全世界做生意的成本都翻个4-5倍呢？简单来说，我美国做生意是贵，但我不需要把我做生意的成本压低啊，我只需要让你全世界做生意的成本比我更贵，不就好了吗？什么意思呢？如果说22年的俄乌战争让欧洲的通胀失控，让那些工厂倒闭，引发无数人的失业，让普通的老百姓呢连暖气都付不起，那么这一次以一打起来了。重点是，如果把这个霍尔木兹的海峡给封了，那影响的就不仅是欧洲了，而是全世界，尤其是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大陆啊、台湾啊、印度啊、日本、韩国，当然还有欧洲之类的。短期来说呢，1973年就试过发生这种石油危机，当时的油价就暴涨了4倍。你可以思考一下嘛，你今天做生意的，你的生产成本贵了4倍啊，你的运输成本也贵了4倍，那你怎么样才可以不亏钱呢？当然就是把你的产品卖得更贵啊，把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啊。那么如果你的东西变得这么贵，你的订单是不是就会变少？今天你日本的家电贵了4倍啊，你德国的保时捷贵了4倍，你韩国的 Samsung 贵了4倍，那我就不一定要买你们的东西了，因为美国那边呢，他们有自己的石油，他们卖的东西呢相对没有变贵很多，也因为这样，无数的消费者就会转过去买美国的东西。如果7月他还把这个暂停的关税重新开启了，你其他国家卖的东西还要再贵一点，如果再加上现在全世界对美元的汇率都上升了，那你卖的东西呢又要再更贵一点。如果呢你不想要有汇率的问题，不想要有这个关税的问题，甚至不想要有因为石油暴涨引发做生意成本暴涨的问题，那么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你的生意搬到美国去啊，因为你搬过去不但不会有以上的问题，更不会受到美国的制裁，最重要的是你更可以获得美国的补贴啊。你做生意赚不赚钱不知道，但你就先赚了政府补贴给你的钱，你公司的人呢还可以入籍美国，享受美国人的福利，那你怎么选呢？你要在你那个国家那边等着公司倒闭，还是一了百了的把你的总部都搬到美国呢？所以以前在美国做制造业的生意成本是很贵没错，但只要我让你全世界做的生意比我还要更贵，你要不要搬过来？我们看数据嘛，就单单一个俄乌战争，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呢，就从18年的8.7%涨到了50%了。也就是说，美国当时只是搞了一下欧洲，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就增加了这么多了。那现在如果搞的是全世界呢？所以简单来说，现在的汇率战、关税战还有石油战这3招，就是美国让制造业回流的终极招式，就是让全世界卖的东西变得非常的贵，然后卖不出去。反而美国卖的东西呢，将会变得非常的便宜，然后结果呢，全世界核心的技术精英都搬走了，去了美国了，留给你的还剩什么呢？就是经济衰退的同时，还有严重的通胀，这种呢就叫做滞胀。滞胀呢是一种很矛盾的情况，经济不好嘛，那大家都是没有钱的嘛，没钱大家都不会去买东西嘛。但是就算大家都不去买东西，物价还是很贵的，因为这不是大家钱多把东西炒卖的很贵才引发了通胀。如果大家钱太多引发了通胀，那么国家呢只需要去升息，让你借钱更难，把你的钱都收回去，
这样就可以压低通胀了。而现在是因为石油变得更贵，成本变得更贵，才引发了通胀。所以这种情况，升息不但不能压低通胀，反而会引爆企业的倒闭潮，让失业率飙升，最后呢就是内乱了。也就是说，到时候全世界就只剩下一个方法，就是大量的印钱，然后把钱去给企业续命来救经济。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当全世界都去印钱的时候，全世界的汇率就会自己跌下来嘛，全世界的钱呢就会流出去嘛，而这时候美联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也跟着印钱了。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现在的美联储不去印钱呢？因为现在没有人去买美债，大家宁愿要黄金也不要美元嘛。如果现在还去印天量的钱呢，那么大家就更不用美元了，美元的汇率呢就会瞬间的暴跌了。但是现在不同了，如果全世界为了去买石油而去买美元和美债，如果全世界为了救经济而去印钱，那么当全世界货币的汇率都贬值的时候，我美国也跟着去印钱，我美元也跟着去贬值，那么汇率就是相对的嘛。全世界的货币贬值了，那我的美元也贬值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大家货币的汇率都没有贬值，这样美国印钱了，但美元却不贬值，反而大家需要更多的美元去买石油，这样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用接近于零的利息借到一些新印出来的钱，然后用新印出来的钱去全世界抄底那些因为经济大萧条而贱卖的资产了。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嘛，印钱汇率呢是没有贬值没有错，但是全世界都去印钱了，钱是会变多了，那这样还是会不值钱了。简单来说呢，汇率是不跌，但购买力却跌了。当全世界都去印钱，美国也去印钱的时候，全世界的通胀都会再进一步的上升，而这个时候美国要还的债呢就会变少了。比如说2020年疫情嘛，美元的购买力贬值了30%的话，那么36万亿美元的债如果贬值了30%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缩水了10万亿美元呢？简单来说嘛，就是今天我跟你借钱的时候，我可以把借回来的钱去买一辆法拉利，那么当货币的购买力贬值了，我给你还钱的时候，我就只需要还给你一辆法拉利的模型就可以了。而且当全世界的钱都不值钱的时候，那么又会回到美债的牛市了。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抗通胀，为了不让自己的钱贬值，所以就只能买有利息并且风险还很低的资产，也就是美债嘛。而这个时候呢，美债因为多人买了，利息就会变低了，而且美国还可以自己去印钱了，然后把钱借给自己去花了。也就是说，美债的危机呢将会被全世界的大通胀慢慢的化解了。所以各位，1929年美国政府呢就弄了个大萧条出来，但是对美国真的是坏事吗？当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集体的上书不想让美国去搞这个关税，结果美国还是搞了。所以大部分人看到的就是美国自己让自己的经济走向衰退。但是你知道吗？当时最先扛不住的其实不是美国，而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也就是德国当时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呢直接暴跌了65%，欠的美元债呢也还不起了，经济呢也彻底崩盘了，失业率直接飙升了30%，最后工业产能呢都萎缩了40%。结果呢，德国就只能去做一些坦克飞机大炮搞了一场二战。最后英国、法国、日本，连德国他自己呢都不行了。而美国呢，因为他不下场玩嘛，他只卖军火，就发了个大财，然后呢就取代了英国，成为了现在的世界霸主。所以如果说用一场经济的大萧条来换全世界比美国更惨，来换一个世界霸主的宝座，你觉得值吗？而现在的美国政府跟1929年的美国政府，他们做的事几乎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觉得现在的美国选择了什么呢？这个就是全世界的财富大洗牌了。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呢，第一，我自己去年布局的黄金，现在的利润还不错，我自己觉得是时候收网了，至少把一半的利润落袋为安了，但不要断章取义很多人就会说我卖黄金就是看空黄金。我郑重的说明一下，我不是看空黄金，只是因为现在那边的局势还不明朗。我刚才说的是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伊朗把这个霍尔木兹的海峡给封了，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大概率的事件嘛，这个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概率也不定嘛，因为现在的美国甚至有可能一起下场一起打，
而且黄金呢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红色的那一条压力线，也就是$3400。虽然说现在的黄金并没有出现大户卖货的情况，但是我自己为了保护好我的利润，我会至少先把一半的利润落袋为安，等到局势重新明朗了，我又可以重新再买回来嘛。不会说我现在卖了以后就不买了，只是现在现金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又或者说白银可能呢也是比黄金更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你想要知道为什么，可以留言告诉我，我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知道，再决定要不要讲。而如果刚才我说的最坏的那个情况，也就是真的把那个海峡给封了，那么原油的价格呢将会疯狂的暴涨。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自己不但在关注一些跟石油有关的股票，甚至原油的 ETF 期货都是我们的猎物之一啊。还有场外的信息，毕竟巴菲特在股灾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买，反而加仓了石油。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关注一些船啊、航空啊，就是那些运输公司的股票。因为如果石油暴涨，这些公司如果没有做风险对冲的话，股价就会暴跌，而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场去做空了。还有，如果真的像我影片一直说的，那个关键的月份，也就是7月，真的发生金融危机，真的发生了这种大萧条，甚至哪怕只是像4月份一样发生了股灾，那么美股可能就会出现非常多的捡钱机会。而如果最后真的演变成了全球大通胀，那么房产呢，又将会重新成为暴富的资产了。当然，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提前把我们自己看到的先跟你分享嘛，因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一瞬间到时候我再去讲那就是马后炮了，就是一点用都没有了。而且真的发生的话，我也顾不上你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先准备好，去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先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你自己所用。等到时机成熟了，就果断的去出手。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过股票投资班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现在里面还在送福利，趁着现在还没下架，赶快去看吧。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的影片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的事情早就已经说了，我不能每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这样呢才可以确保你不是在断章取义。而最近的局势你都看到了，只会更加的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